各位朋友，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公众人物，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这句话呢，就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一个人如何因为一件事儿、一句话毁掉了这一辈子积攒的好名声。这真的是政治化呀！政治化去年的时候在深圳机场作了一回妖，他没想到呢，导致的是他在中国大陆的演艺生涯的彻底的完结。时隔1年呢，他还尝试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部门呢，从来没有正式的说中国大陆封杀政治化他想做一个尝试复出，在延边要举行一场小型的户外音乐节的演唱会，结果呢，这场演唱会在开唱之前的72小时内被主办方宣布了取消，而主办方损失也不小。为什么呢？因为布置场地去做宣传当然歌迷，政治化的铁杆歌迷损失也不少，然后订机票订酒店结果呢到头来一场空政治化为什么这个演唱会被取消了呢？就是因为他去年在机场的作妖，他的名声在大陆的网友的心目中就彻底的坏了。62岁的政治化吉林演唱会票还没有卖出几张呢，先被很多粉丝直接投诉了，直接闹到文旅部门了。这是我刚刚看到的消息。事情主要追溯到去年10月份深圳机场，政治化发文说机场没人性，说自己坐轮椅只能连滚带爬的登记，但是监控画面被发到网上之后反转了，升降机25公分的落差，全程2个工作人员贴身陪伴，根本不存在冷眼旁观。事后轻飘飘一语道歉，转头接受采访，暗指内地环境野蛮，还说文明和野蛮没有办法沟通。现在这件事情过去了几个月时间了，他揣着水手和星星点灯的情怀又来内地开演唱会捞金了，最低488，听说很多票没卖出去，就连大学老师汤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公开点名怒斥，一边踩到这片土地，一边跑来赚大家的钱，脸都不要了吗？汤教授直接投诉了，听说很多网友也投诉了，平台现在已经受理了，这场演唱会可能不能正常举办了，就看当地文旅部门最后怎么审核了。曾经激励一代人的励志歌手，如今只剩下了双标的争议了，这份情怀观众们还会买单吗？近来郑智化接受了台湾媒体的采访，被问到了深圳机场的事儿，他怎么说的？文明与野蛮是没有办法对话的，最后还来一句你懂的。他的这个话把大陆老百姓对他仅存的一点好感败光了，彻底的败光了。第一点，谁是文明谁是野蛮呢？很明显的，他说自己是文明，说我们是野蛮。延伸一下，他说的台湾社会是文明，我们大陆是野蛮。看到了吗？他表现出的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要说，腿可以瘸，眼睛怎么也瘸了呢？第二点，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了上等人，那如何看待我们的呢？很明显的把我们看成了下等人，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主子和奴才，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深圳机场方面的服务明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情况之下，他偏偏的不依不饶的原因了。古代的奴才如果让主子有些许的不高兴，主子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飙的。郑智化应该去过韩国，要知道韩国的机场连升降机都要收费的，这个连廊与飞机地面的高度比深圳机场的还要大，怎么没有见他在韩国发飙呀？老鼠扛枪窝里横，我们对他太好了。第三点，我们很多人对郑智化有好感，源于他以前的歌曲水手大国民，说白了是对以前的郑智化有好感。可是呢，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以前的郑智化可能很爱国，现在未必。以前的郑智化很有正义感，现在
未必。我们有一句话，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待政治化，我认为我们也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化。有的人可能会说，政治化在当初不是道歉了吗？以他今天的态度来看，当初的道歉仅仅只是表面的功夫，言不由心呐。他不是自诩为人上人吗？不是喜欢作吗？就让他作下去。大陆市场反正没有他的份儿了，以后谁要敢请他搞商演，要小心啦，减分比加分要多得多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我是老吴，同志们，我现在回到了我的老家沈阳，这2天没有更新，因为要忙的事情有点多，但是我也有关注到网络上的一些动态，比如说那位连滚带爬的政治化，我这一看怎么跑到山东鱼台龙虾节唱歌了呢？不是吧，不是吧，我是不是看错了呀？我反复看了那些现场视频好几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果然就是他。实话实说，我不由得为各地文旅以及各地机场暗中捏了一把汗。这回不能再写什么小作文了吧？上回接受挖煤采访的时候，不是还说文明跟野蛮永远没有办法沟通吗？这才过了多久啊？终于从野蛮的环境当中跳出来了是吧？还是选择拥抱文明了是吧？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怎么不知不觉就把这首歌唱出来了呢？没说您啊，您千万别激动。被那帮反贼公知们奉为圣人的哈耶克不是说过吗？现实世界如果允许人类自由迁徙，那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按照这个逻辑来看，郑老师就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来呀。那我表示热烈欢迎，多唱歌，少写小作文，抛弃野蛮是明智之举。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人民币更香的东西吗？不存在的。不过这个出行方式您也可以选择更改一下，您是艺人，您是歌手，您是公众人物嘛。出行方式的话，您可以让易老师给您推荐一下啊，得追求意境啊，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意境啊。实在不行，你们2位整个组合也行。易老师名字里有个天字，您的名字里有个画字，这个组合就叫方天画戟，怎么样？以后你们2位就把这个方天画戟往肩膀上一扛，骑着驴走遍全国，多好啊！我是老吴，同志们，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较真儿、轴还认死理儿的选手。虽然这2天更新频率无法保证，但是我唯一能够保证的是，我该做的事儿我还是会做到底，该较真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话不多说，看截图。目前根据网上公开可查询的票务网站综合信息来看，台湾省歌手郑智化目前最近一场演出是在今年的6月12日和6月13日，有一场名为《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的演出。这场演出是一场拼盘式的演出，郑智化的名字赫然在列。于是刚才我拨打了当地的12345，并且提出了我的诉求。我的诉求非常简单，我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和主办方立即停止郑智化的演出。我的投诉理由也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去年由于郑智化连滚带爬那篇小作文曾经引发过负面舆情，后来在他回到台湾省以后接受采访时更公然说道，文明跟野蛮永远没办法沟通，懂我意思吗？我的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担心这样的歌手如果再次写小作文的话，势必会对当地的文旅以及当地机场造成负面影响，而这件事谁也无法保证。还有最为重要的是，请郑智化先生公开表明文明是哪边，而野蛮又是哪边。如果不能够表明足够的原则性立场，那么凭什么要到我们这边来赚钱呢？在郑智化先生没有解释清楚这件事之前，我将对其在内地的所有演出不遗余力地投诉到底。中国的网友和大 V 齐上阵，轮番投诉，吉林的延边文旅部门惹祸了。中国的大 V 汤家凤博士在线喊话文旅部门
他在深圳机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让机场工作人员遭到网暴啊！事实真相的视频出来以后赶紧道歉。这样的艺人来大陆搞演唱会捞钱合适吗？文明野蛮无法沟通，既然我们是野蛮的，为什么连脸都不要了还要进来捞钱呢？你看他对大陆满眼的不屑，满眼的优越感，这样的艺人批准他来大陆演出合适吗？我将投诉到底啊！这算不算劣迹艺人呢？那些单位没有最起码的是非观吗？请这样的人来大陆捞钱，相关的管理部门是怎么把关的呀？香港、港台艺人来大陆我们是欢迎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台湾艺人大陆一套岛内一套，发表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言论，有些艺人一边贬低大陆老百姓，一边在大陆拼命的捞钱，是吧？这合适吗？继续喊话吉林文旅部门啊！政治化的言论已经突破了最起码的底线呐！天天喊话吉林，说在线喊话啊！你们了解一下吧，取消演出吧！为什么这么多的台湾艺人两头通吃打擦边球啊？遇到原则问题模棱两可，有人口出狂言，对大陆籍老百姓出言不逊，有些人在岛内发表台独言论，是因为我们太宽容了，无论是老百姓或者是文化旅游演出等部门的放任，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我们需要反击。到了清理门户的时候，到了零容忍的时候了，持续投诉。这样的这个大 V 持续投诉，所以说政治化在大陆，即便是官方没有明确他是劣迹艺人，但是他跑到哪儿，这些大 V 网友投诉到哪儿，哪个单位还想去请政治，还敢去请政治化呀？政治化在大陆就彻底的演艺生涯就完球蛋了。真的是一个人呐，毁掉自己一生积攒的好名声，只需要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立场不正确，这也是 OK。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